呆萌可爱的非洲大蜗牛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半年前，昆桑决定是养一个新宠物，这个小宠物就在这个包裹里。打开包裹，里面满满的都是苔藓，估计蜗牛们就在这个小黑色袋子里。打开袋子，果然有2只大蜗牛，尺寸有7-8厘米以上，学名褐云玛瑙螺，是入侵物种，在我国分布于福建、台湾和广东、广西、云南和海南。它是一个热带物种，冬季低于5度的地方它就无法生存。那么这玩意儿怎么养呢？包裹里还有很多苔藓，我们就地取材，用这些苔藓和烂树皮铺在饲养盒的底部，喷水打湿，这样一个蜗牛饲养盒就做好了。现在还是春天，室内还是有点冷的。昆桑把饲养盒放在暖气片上，这样温度就有保证了。这些苔藓还可以作为它们的食物。1天后，昆桑来观察这些蜗牛，来到陌生的环境，它们看起来还有点紧张，可能它们还在装死吧。既然是非洲来的，那肯定得叫它们小黑了，得给它们一些时间适应环境。趁这个时间，昆桑想给它们重新打造一个大豪室，找来一个大收纳盒，加叶钉子在容器上钻孔作为通风口，接着把商家送的苔藓放里面，还有漂亮的地衣和树皮，这2个和蚌壳作为它们的饭碗。小黑们应该会喜欢吧。把苔藓喷水打湿，保持一定的湿度，对蜗牛来说非常重要。现在把小黑们拿出来，看起来它们还在睡觉。它好像感觉到了动静，露出了一只小眼睛。昆桑忍不住摸了一下它的小眼睛，很快就收缩了回去。太好闻了。再来看看这只，身上有一层粘液，和它们互动太治愈了。把小黑放在手上，它就开始爬了起来。哪个男生可以拒绝这么可爱的大蜗牛呢？只需要把它们放进饲养盒里，它们就能过上悠哉安逸的生活。除了吃苔藓，它们可能还会口渴，内部放一个小玻璃碗，倒上点水。第2天，昆桑又收到一只蜗牛，这只更大，差不多有半个拳头那么大。路上太冷，蜗牛的壳也冰冰凉，坏了，不会凉了吧？昆桑准备了一碗白开水，把它放水里夜深。加热了一会儿后，蜗牛的肉开始动了起来，这说明它在呼吸，看来它没事了。昆桑把它们3个养在了一起。几天后，昆桑把这只大的拿出来观察一下，好家伙，上次它的身子没有露出来就已经很大了，这次身子都伸了出来，感觉更大了，看起来像块肌肉。不过看着它很温顺，即使是昆桑摸了它的小脑袋，它也没怎么躲避，就给它起名叫铁锤吧。蜗牛头上有2对触角，那2根长的应该是眼睛，比较短的应该是鼻子，用它来探索世界，就像一只小狗一样。它的脸看起来就像一块海绵，甚至可以看到它的眼睛。小黑们在干啥呢？我明白了，他们在吃东西。河蚌壳里昆桑放上的钙粉也被小黑们啃食了一些。盒子侧壁上这2坨就是他们拉的粑粑啊。除了苔藓和钙粉，他们还喜欢吃什么呢？昆桑准备了一些蔬菜和水果，切一片黄瓜放在铁锤面前。他吃东西的样子真的很可爱，他会用小鼻子来闻食物。铁锤好像不太喜欢黄瓜，换个口味试试苹果。好吧，这也不行。难道他只爱香蕉？他是怎么吃东西的呢？他的嘴好像隔壁王奶奶的嘴，嘎吱嘎吱倍儿香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蜗牛吃东西。蜗牛和昆桑一样，其实是个夜猫子，白天困，晚上活跃。把它放在玻璃上，从下面观察，它好像一坨口香糖。走了一会儿找不到路了，瞬间让人想笑。我就想，这家伙能不能在刀尖上行走？把小黑放到刀柄上，小黑似乎心里在想，不过是一个小刀尖，毛毛雨了。他还真的从刀尖上走了过去，一点也不怕疼，就算抱着刀尖螺旋上升，也丝毫都没受伤。他就那么从刀尖爬过，然后回头看了看，好像在说，这刀也不过如此。昆桑把难度升级，找出是个刮胡刀片，做成一个刀片的监狱，把小黑关里面，看他这次怎么办。好家伙，
小黑爬上刀片，好像在平路上行走没什么区别，时不时还在趴在刀尖上，好像在刀尖跳舞。最后他竟然趴在刀片上睡了起来，把小黑拿起来看一下，他并没有受伤，真是一种奇妙的动物。真希望自己也像蜗牛一样，慢慢的爬来爬去，悠闲的度过每一天。好了，本期蜗牛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壁虎蛋可以自己搁家孵化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孵化鸡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特别是这个鸡蛋和鸡好像没什么关系的时候。说起鸡蛋，昆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昆桑偶然间得到了2个蛋，这2个蛋跟昆桑没什么关系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其实人家是一个女生，你看我脚上的指甲油就知道了。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惊喜，这比一个雨林缸砸烂能听得响有意思多了。昆桑想把它们孵化出来，用手电照一下蛋，蛋壳干瘪，上面有一个凹痕，这不会是2个坏蛋吗？好吧，其实这2个蛋是昆桑在宠物店发现的，看着也没人要，昆桑就零元购了它们。要孵蛋就得打造一个孵化器，给装个小石子的塑料盒里加水，用手电给蛋做定位，让蛋的正面朝上，然后把它们放到孵化器里。15天后，昆桑取出自己的2个蛋，拿手电照一下，凹痕消失了，而且还能看到胚胎正在发育，内部有一圈红色的东西。昆桑非常期待这蛋将来会孵化出来的东西，希望它最差也得是个鸡，不可能是一个炸弹吧？但是到底能孵化出什么玩意儿，还是一个谜。50天后，经过了漫长的等待，蛋里总算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东西了，它好像在活动。作为小生命的男妈妈，首先得考虑给他们买房子，而且得买2套，要不然他们以后怎么找媳妇呢？2套房子的装修还不能一样，他们有可能一个是男生，一个是女生，不管怎么说都得提前做好准备。先给饲养箱里铺好陶粒，接着昆桑在裤裆里掏出一把剪刀。作为一个生物学家，在裤裆里取出剪刀很正常吧？这和2个蛋没什么关系，你们不要有那么丰富的联想。剪开腐殖土的袋子，把腐殖土驮在饲养箱底部，在隔壁王大爷家的院子里采集一些不要的树枝和木头，然后王大爷还好心的带着昆桑去野外采集素材，这样昆桑比之前更加饱满了。这表示2个孩子快要出生了，得抓紧给孩子们装修房子，打造2个不同风格的房子，来适应将来的2个不同性格的孩子。昆桑有一个雨林缸，里面的一块原木头非常好看，给孩子们用上正合适。那怎么把它拿出来呢？原木被昆桑用胶水紧紧地粘在上面。作为大铁锤子门派的第8世代传人，那必须给他大力出奇迹。小锤事实好像不给力，还是事实，是不是没吃饭？80还得是大锤，差点给大铁锤子门派丢了脸。还好了，雨林缸砸烂了，东西也拿不出来。另外一个饲养盒来摆放王大爷的赠品，仅仅是木头肯定不行，还得放上一些绿色的植物。70天后，昆桑打开孵化器，发现其中1个蛋瘪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孩子呢？好家伙，他跑到了孵化器盖子上，原来他是一只壁虎。无法想象这小家伙一出生就可以到处乱跑了。他跑到了家叶线圈上，那上面很悦我，很舒服。小家伙很漂亮，这是一只结角手工，可以活10年以上。小家伙跳来跳去，非常可爱。我们等会再研究它。另外1个蛋怎么回事？它会在什么时间孵化呢？昆桑给它按摩了按摩，好让它快点加油出来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发现1个小家伙露出了小裤头，2个小壁虎70多天才从蛋里出来，这是正常现象吗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，至少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。看他们走路好像有点问题，尾巴也不正常，看起来好像是缺钙。白色尾巴的就叫小白，另外一只就叫它小黑吧。对于2只小壁虎来说，这只小蟋蟀是他们的虎生第1顿饭，而对于小蟋蟀来说，这一天可能是小蟋蟀最难忘的一天。昆桑还给小家伙们准备了1根绿色的辣条，不知道小家伙们喜不喜欢。当小黄开始捕猎的时候，它好像一只小猫一样，会先观察猎物，然后思考一下呼声，再计算一下距离。虽然这辣条就在嘴边，辣条主动的跟小黄来了一个吻，这时候不吃了它，就有点不尊重本地的辣条了。可能辣条一动不动，不会让小黑们感兴趣，让我们来帮他动一下。好家伙，怎么还是不吃呢？
难道他俩是吃素的，还是派出小蟋蟀了？浑身涂满了钙粉的小蟋蟀，应该是小黑们无法拒绝的美食吧？好家伙，小蟋蟀钻到了木头下面的缝隙里，而小黑们根本钻不进去。小白正在全神贯注地想办法，甚至还拉了一坨粑粑。昆桑没办法，使出了绝招，直接给小蟋蟀来个分头行动，让小黑闻到肉的香味，这样他就开口吃东西了。最终还是小蟋蟀一个人默默承受了所有，小黑们终于可以消息捕食了。昆桑拿出了更多的蟋蟀，一旦他们锁定了猎物，蟋蟀就无法逃脱，就是吃他们的时候嘴里可能会不太舒服，小黑们可以住进他们的大豪斯了。在住之前，家里得请3个保洁，一个是鼠妇，另外一个是跳虫，他们很喜欢吃霉菌，给他们一块蘑菇就都吸引了过来。还有这种小甲虫，他们会清理没用的蛋白质。最后总算可以拎包入住了。小黑们好像很喜欢他们的小家，这里面好像一个完整的小丛林，等待着他们去探索。好了，本期壁虎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